大家好，我是 Kitchen Man，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调整这一幅相片。那首先我们去看一下这一幅相片，它整体的构造其实我还是觉得不错的，只是它的有一点偏黄，有一点偏黄。第二，它的整体的立体感其实并不高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前端的景，就是人物的景，还有它后端的景呢，其实它的明亮度基本上是一样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怎么样去令到这一张相片它更具有立体感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整一个的色温。色温，因为整体我是觉得它是有一点平整，就是比较，虽然它是风格上是比较偏向于暖色调的，但是它前面由于人物他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，所以它的暖色调呢，更多的指的是远处的那灯光的地方，但是在前端就是近端。它的色温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偏冷，那所以我要先把整一个先调一下，让它偏暖一点，然后对比度是要增加的，因为我要保证它的立体感要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直方图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曝光呢其实是已经有一点点的过曝了，但是它整体的过曝指的是应该是在后面的灯亮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先尝试一下把曝光度给拉低一点点，让细节重新出来。高光部分也是，我们把高光部分先往回拉一点，然后阴影部分我们也可以拉回一点，白色色调同样的也是先拉回一点点，黑色的也是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修改前和修改后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修改后，我们的亮度确实是低了一点，但是我们整体的人物的感觉，它的轮廓感、它的立体感是比我们修改之前要好很多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曲线，应该是这里，我们要使用 S 曲线，把暗的地方拉回来，把光的地方调回去，让整个人物更具有立体感。然后我们现在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通道，首先是红色通道，我们把红色通道暗部地方往下拉一点点，同样的在绿色的通道也把暗的地方拉低一点点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为红色跟绿色的通道，如果我的值是往低调了一下的话呢，那整一张的画面呢就相当于增加了黄色的一个色调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又看一下调整前和调整后的一个对比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一张相片呢，它是有一点点的偏黄的，那也无所谓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调回来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下色相。由于我们整一张的相片呢，它已经是偏暖的感觉了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要把它的颜色呢再偏向黄色一点点。那红色首先我们是变橙色的，我们可以左右大幅度的调一下，看一下它的红色具体调整的范围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们红色调整的时候呢，是这一块区域它是受到影响的，也就是说这一块区域呢，它红色的地方是可以减少的。那现在感觉会好很多，因为我们的光线呢，其实它不应该令到我们的桥墩有那么的红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调高一点点，
把红色削弱一点点。橙色的话，它基本上主要就是控制大部分的画面上大部分的面积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到偏黄一点点，就令到我们的颜色没有那么的深沉。黄色的也是，我们可以向偏左一点点，向黄色偏移。那绿色这一部分，由于我们后面有一辆汽车是绿色的，那我想它的颜色可以更深一点，令到它更具有对比度。那我们可以把绿色偏深绿方向去调整。接着我们来调整一下饱和度。那刚才所说了，红色其实我们是可以削弱一点点，令到桥墩上面的颜色没有那么的突兀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区域呢，其实是偏弱了一点点，然后橙色的可以加强一点点，令整一张画面更偏向于暖色调。黄色的也是，绿色的同样是令到汽车的对比度更加的突出。同样的，橙色和黄色在明亮度上可以更加的加强，令到整一张相片的色调能更突出。那好，现在我们的色度就可以调整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使用了分离色调。首先在高光部分，我们可以把它调成是偏黄色的，也就是说，整一张相片在高光的部分呢，它是更偏向于我们现在所选中的黄色部分。然后我们把饱和度给加强。那接下来在阴影部分，阴影部分其实它指的更多的是这一部分，就偏向于暗部的景物部分，而不是人物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景物部分呢，我们是希望它能偏冷色调一点，就是感觉上是人物是偏向于暖色调，但是景物它还是偏向回冷色调。那这样对比度就马上会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要时刻看着我们的相片，要看会不会两者产生了冲突，会不会有突兀感。那现在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平衡感可以更偏向于高光部分，也就是说它更偏向于偏暖色调的这一部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纹理。纹理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是要放大来去看我们这些景物，还有这个单车。纹理我们可以加深一点点，突出它的颗粒感，清晰度也是，我们可以加深一点点。基本上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把鲜艳度和饱和度都提上来，让整个画面颜色更浓郁一点点。但是鲜艳度和饱和度不能太高，不然的话就会失去，有一种失真感。那基本上我们整一张的照片呢，基本的调整我们就现在就完成了。那现在我们就觉得整一张照片可能它的对比度太高，那我们现在要把第二次修改，我们可以把对比度先降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其实整一张相片呢，人物这一部分其实是它的亮度其实是不够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区域调整的方法。然后现在我们觉得人物这里呢，它的亮度其实不怎么够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区域调整的方法。我们先椭圆的大小基本上能罩住整一个人就可以了。点选之后，我们要先选择这个反选。我们可以先把人物这里
色温再调黄一点点。由于人物的亮度不够，所以我们呢可以把曝光度调高一点点，对比度可以削弱一点点，以减少它的突兀感。阴影部分可以削弱，往亮的方向去调整。白色色阶我们可以调低一下，因为人的衣服是白色的，它是高光部分，那么我们可以先削弱一点点。黑色部分可以调低一点点，让人物立体感更加的突出。然后人物的饱和度可以拉高一点点。那现在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调整后的对比，整一个人物的立体感就非常的强了。然后现在我是觉得这个桥墩它的曝光度其实也是足够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用同样的方法来做一个调整，先画一个椭圆，然后直接拉曝光度拉一点点，然后把阴影部分拉回来。那现在很明显，亮度就提上去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背景。整体的背景呢，其实它是可以再暗一点，或者是我们整一个近端它可以再亮一点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用一个线性的渐变。我们首先拉出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红色的部分就是可以用遮罩的部分。我们可以把它的曝光度先调整一下，往暗的地方再调一点点，然后呢，看一下它的作用的区间，然后把高光的部分再压暗一点点。白色色阶也是可以再压一点点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效果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整一个相片的一个效果，其实已经非常的好了。那现在我还是觉得它的近端这里，就整个人物，它还是缺了一点点的曝光。那么好，我们再次调整一下整一个人物的一个亮度，让它的纹理再清晰一点点。那好，现在整一张画面其实它的立体感已经非常的好了。